这是一种自带 BGM 的瓷器，开窑的瞬间，随着叮叮当当的开片声，釉面的裂纹如同活物一般游动生长，遇水则化。它就是龙泉青瓷冰六。小城龙泉以青瓷闻名于世，有着近2000年的制瓷历史，其中的秘密就藏在这片蕴含着独特矿物成分的山水之中。只是想要让泥土在火焰中凝练成冰，到底需要经历什么？山间取回的白色釉土和红色紫金土是面釉的重要原料，初步的冲洒过后，还需要用石磨细细研磨。这些土石在我们眼里或者并无区别，但在那些自由生于制瓷之家的匠人眼中，只需指腹轻眼就能分辨其中成分。可是即便如此，青瓷冰裂纹的成品率依然不到30%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慎重，容不得一点马虎。龙泉青瓷作为第一批位列人类非物种化遗产的中国非遗，也是传播范围最广、销售数量最多的瓷器，曾受到全世界的追捧。左手卡住它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陶瓷技艺，拉坯比想象中更难。感觉要飞了。猫2碗。在时光和努力的加持下，我终于做出了一批满意的泥坯。怎么样？气象是圆润饱满的，你还是重新再做一批吧。只是要达到老师的标准，还得继续练习。为了学习这门技艺，我拜访了老师3年。原以为是辛苦复原的手艺不愿轻易外传，直到见到老师后，我才知道，不善言辞的匠人只是醉心于技艺的研究，不愿凡尘的纷扰。到他确定我是真的想学之后，便也毫无保留。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，我很快又解锁了盘子的制作技巧。
为了感谢老师，我特意选了来自北纬48度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经典限定呼伦贝尔有机奶。好草原孕育出好的有机奶，它富含优质蛋白、高钙。这份礼物把最健康、最真挚的守护献给老师。经典有机，给最爱的人。待到泥坯风干，就可以休坯了。30年前，曾有日本商人拿着一张黑白照片走访龙泉，寻找冰裂纹。可是这项技艺早已失传千年，彼时的龙泉无人能做，甚至无人知晓，仅留些许残片，得以惊鸿一瞥。冰裂纹，只是名字便已美到心悸。但是这种瓷器，仅在宋代乍现了那么绝世的凄美，便从此隐入尘埃，千年不见。有人说冰裂纹是瓷器上绝美的伤痕，说的是那层层叠叠的裂痕，说的也是它就此失传的遗憾。普通的白色泥土，在叶老师的经验中，竟能分出数十类。叶老师便是从那张模糊的照片开始，踏上了一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复原之路。30年前，他初为人父，告别了国营厂的稳定工作，跑遍了龙泉大大小小的山川土坡寻找原料，摩托车都骑坏了几辆。多年来的日记中缺席了孩子的成长，满页都是瓷土的配比和紧张的家庭开销，复原的希望遥遥无期。屡屡想要放弃，却又不甘心。他用最笨拙的方式进行着近乎科学的严谨实验，可能这也正是古代匠人的智慧所在。用神农尝百草般的执拗熟悉着这片土地，直觉细微到能感知元素的差异。终于在一次烧制的试片中，他见到了传说中的冰裂。至今叶老师也无法将经验完全传给儿子。这是一种心法，他知道心法难以言表，只能亲身体会，身体力行。30年里，老师成千上万次烧窑，记录成册。即便如此，冰裂纹10窑9败，3成已是天恩。这一批至少做了一个。有没有继续开的可能啊？不完美的作品是由匠人亲手敲碎，只有一窑又一窑的碎瓷片堆成了沉默的坟。上一窑失败了，老话虽说10窑9不成，老师却说还有下一窑。随着泥土在火焰中缓缓凝练成冰，在出窑的那一刻，裂纹便开始游动生长。哪怕深埋千年，忽有一日，它又在黑暗里叮的一声裂开一道新纹，那是匠人1000年前的汗珠，砸进了另一个时空。